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来宾陈立伟、蔡正元委员。思敏好，大家好。淡大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师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关注到的是习近平猛打石虎。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在中国内部祭出的反贪腐权哦，高官频频落马。另外呢，针对100万人也是反腐零容忍，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因为川普最新喊出了3喊哦，他说习近平他是中国唯一的老大。同时间，我们看到今天会来特别讨论了，光是1月份就连斩了10名的高官，代表中国现在权力结构已经拍板定案，正式进入收官期吗？第二件事情来看，除了一月倒了10个人之外，高官还有1年查了上百万人，这是中国大陆政府反腐了吗？现在是以反腐为名的一个政治清算吗？我们今天也会来做关心。最后今天会来看到是110名的这个将领，他们都落马了。张又侠出事，这个到底是贪腐的问题，还是习近平要确保军队主要只认他一个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现在是川普总统也正式的来为中国大陆背书了吗？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打贪这件事情，除了这个张又侠案之外，还有许多起的案件不断的爆发。那么川普最新呢，他在空军1号上面受访讲了3次哦，他说习近平是中国唯一的老大，甚至刚刚说了，他就说了3次他是老大。那我们也要来看到是光是1月份中国政坛的反腐风暴持续的延烧，因为1月短1个月内有10名现役或者是退休的这些重量级高官都被宣布要进行调查，或是直接落马。而这一些高官，今天我们会来稍微看一下，其实横跨了包括了军方、还有部会，甚至是央企、地方党委等等，等于一次把政治、经济跟军事的3条命脉的官员都做了一次性的清洗。好，来看到一些比较知名的官员，除了我们节目谈了非常多的有关于张又侠案跟刘振立之外，其他还包括了相关的管理部门，或者是前内蒙古的这一些自治区党委书记，甚至涉及到一些企业的一些总经理，所以这高官数下来大概有10名左右。习近平在最近也不断的强调，他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一场重大的斗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川普的言论，他称习近平是中国唯一的老大。那在对比说1月份有10名的高官落马，有什么相关性？现在就是要全力的打老虎，倾全力的这个终极收官吗？委员怎么看？请问一下，有人怀疑川普是美国唯一的老大吗？川普一就任美国总统，马上砍掉参谋联席会议主席，马上砍掉好几个4星上将，现在又说要把4星上将砍半。请问一下，有人怀疑他是老2吗？没有怀疑他老大，连那个联准会主席啊都被他修理得很惨。不只是如此啊，这个美国大概连参众议院都臣服在他脚下。所以川普是美国唯一的老大，那为什么习近平不是中国唯一的老大？还有2个老大、3个老大，这很奇怪。又不是伊朗跑那个教主是老大，比总统还大。这个正常的政治体制国家一把手就是一个老大，不会有2个人。那习近平是真的以前不是唯一的老大吗？还有唯2吗？这个就是我们来讨论的。那这2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政治性，说你是不是老大，有没有挑战你权威，有没有人故意要削减你权力，或者故意要造反。好，那第2个就是有没有贪腐。贪腐简单讲就是拿钱。好，那这里面呢，名单上的确有人是拿钱的，比如一开头这个大陆媒体就讲说，这个贪腐问题严重比如说王湘熙啦、孙少平啦、顾军，那这是在经济问题，就是属于拿钱，然后出卖公帑，或者是批什么特权给谁，拿到什么好处。那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只是他的问题说，2013年，习近平打贪反腐搞到现在，还有这么多贪腐吗？1年真的要查100万人吗？那会不会
这个机制是不够，还是哪边出了问题？哦，这个大陆要自己去检讨。第二个，如果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张又侠这一次很明显的是政治问题。因为解放军报讲了5个严重，看起来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经济问题啊。他第一个严重是说严重践踏军委会主席负责制，什么意思？抗命。我的解读就是抗命，抗谁的命？抗习近平的命。也就是张又侠想要当军队里面的老大，要架空军委会主席，不然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没有别的解读。这个自从毛泽东啊，在这个古田会议这个建立的解放军的基本原则就是只准党指挥枪，绝对不准枪指挥党。其实这是个现代文明正常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很多欧美国家也有2条原则啊。第一个，文人领军，国防部长一定是文人。第二个原则更经典，不许军人干政，就是2个原则，跟这个只准党指挥枪，绝对不准枪指挥党，2个是异曲同工，没有什么区别啊。又不是军阀时代，所以不会有这种状况了。那张又侠是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跟刘振立2个人会去这么严重的践踏军委会主席负责制，然后严重损害军委会的权威，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知道，是任用私人吗？还是这个不服从命令随便调动这个军队等等？还是有人更严重讲说有兵变或者兵谏，或者要推翻习近平？有没有那个海外的那些一些异议人士讲得像讲故事一样那不管如何，这个东西大陆上也真的要深自去检讨，是不是有更好的制度来防范这些事情这个没有人怀疑美军会兵变为什么？因为它的制度很完整，很完整。那习近平讲对反腐败是个输不起的一场斗争。任何一个腐败的政权一定会走入灭亡。现在伊朗就是这个情形。任何一个腐败的军队绝对不会打仗的以前的八旗兵就是个德性以前你看这个满清入关都英武最后怎么样？吃喝拉撒享受豪华，就打不起仗了。整天贪污那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就是满清灭亡嘛。所以我想习近平应该也了解到这些历史上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川普讲说，习近平是唯一的老大，是的，他还讲他自己，我是美国唯一的老大。是好，那可是重点就是习近平他要这时候立案做了非常多的贪腐的调查，但是在去年2025年，我看到这个案子超级多，101万件，处分了98万人，包括省部级以上115人，这数字真的是非常的多。到底是在打贪腐，还是有没有可能上对下的一种政治清洗？马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它这个反腐应该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主要源自于1978年，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允许当时的军队因为很穷，所以他允许他们从事事业性的这种经营。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在中国大陆的军的地位很高，所以当他们去经营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垄断。到了1998年的时候，江泽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就发布一个决定说，从此以后大家不准再经营。但是问题是，78年到98年这20年，大概就积重难返了那大家也变成一种习惯。换句话说，你以现在台面上可能60到70岁的这些政治人物，以前都经历过这个贪腐的阶段。那也就是说你会拿到高官的位置，基本上你没有干净，应该是这样理解。所以他的问题不光是这几个高官，而是他是整串人。所以你看，习近平上台以后，这十几年里面，每一年平均大概80到90万人被立案起诉，就贪腐的这个立案起诉。所以这个累加起来，这数字非常的高这个可能将近1000万。中国共产党才9000万到1亿人，也就是10个共产党有1个被查过，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这个内部贪腐问题是非常严重。所以习打贪，我认为一开始是真的，但是他后来发现，这打贪的过程里面也可以肃清对他有威胁性的敌人或政敌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单纯。所以我认为在后面的这个反腐的过程里面，它同时体现着2种
目的，一个是让这个国家可以更健全，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肃清政敌，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手段，因为老百姓非常支持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到底是它目的到底是放在肃清还是反腐，我认为其实从现在太阳上看起来应该是都有。好，肃清跟反腐两件事情同样并行。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有这个美国驻中大使，他也针对了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评论。他是 David Perdue， 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呢，这一场行动除了是纠正军中的贪腐问题之外，也是具有高度性的，因为习近平要确保军队可以完全的掌握控制权。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来看从中国共产党他之前，他就以毛泽东主席那个时候他就强调的，也就是刚刚郑源老师特别提出的党指挥枪。那如果是党指挥枪的话，那其实因为共产党以前在这个党指挥枪没有开始例行之前，他其实是受到一些教训的那也就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其实他们只着重于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没有争取部队的支持，所以最后呢，在国共分裂之后，他就受到了这一个军事的这个讨伐所以他那个时候也就是经由这个教训之后，他开始例行党指挥枪。那刚刚那个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之前有关于军队它可以经营很多企业的部分但是后来不准。但是后来还有遗绪，什么样的遗绪呢？也就是2015年开始进行军改之后，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的装备不断的在起飞，不断的在更换。那在这些更换的当中，当然就会有人上下其手。我举个例子，也就像我们现在在谈到，如果台湾海军曾经发生的弊案，也就是我们讲到拉法叶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我们台湾在更换装备的时候，那就会有人上下其手那至于说现在的这个状况呢，那大家其实都有份。那之前南华早报还用了一种形容词，它叫做他方式的贪腐，也就是贪腐一抓就是那个一串那个肉粽这样子拉起来，所以只要下面的人不断的往上咬，那就会是这个样子。那我再举一个我亲身遇到的例子我之前我在念这个世新的新闻所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陆生那我们下课的时候，有的时候闲聊，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因为你们当兵就是入伍是因为家里比较穷吗？那个是2013年以前的事他说没有，家里要有2个才能够去当兵。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一般都是觉得家里比较穷去当兵。他说不是，他说因为当完兵之后，因为军方有非常多的优待或者是他可以从事特许行业，所以他就变成他去当兵，但是你要能够去当兵，能够升官，能够进入到某些部队，对不起，通通要钱。可是后来我在听到的时候，他们说就是开始习近平主席开始打贪的时候，就全部拉下来，就是曾经你有收过钱的，通通都是这样。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郭伯雄的那个阶段，那他们遇到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解放军报他就讲到永远吹响冲锋号，然后他在谈到说身份没有豁免权，功劳不是抵罪券。那他这件事情就专门对准了张幼霞来讲的。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就是军2代，因为其实张幼霞的父亲也是军人。然后他讲说功劳不是抵罪券，因为2次的这一个越南的那个惩越战争，张幼霞都有参加。所以现在他们这种说法呢，也就是一锤定音，反正这些人就是要落马，这些人就是要更新。但是对于解放军的指挥会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的，因为其实他后面都还有层层的代理人。举个例子，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年初的时候进行的这一个
正义使命2025的这个军演的时候，其实他的司令员只上台了那个1个礼拜，就立刻的进行。为什么可以？因为军队的指挥链非常清楚。今天换了这一个司令员，就跟随着司令员做就对了，所以没有指挥的问题。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包括今天要来特别还要关心到，就是争议长达1年的长江和记实业，我们上次讨论了非常多，现在确定了出售的巴拿马运河案出现了重大的新进展。赶快来看到这个进展呢，是来自于这个巴拿马最高法院在1月29号正式的判下了这个判决哦。他说，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呢，持有的运河两端的港口合约是违宪的，而且契约是被判无效的。赶快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巴拿马的海事管理局正式的宣布。他说，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将借由接下来由这个丹麦的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来做接手。那针对于现在这个判决，我们来看到国务卿卢比欧怎么说？他说，美方现在对于巴拿马最高法院的这一项决议是感到非常的鼓舞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来特别请教马老师怎么看这一背后有没有可能有川普的在幕后操刀？是不是存在什么以台面下的一些大交易？好，这个川普在去年12月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其实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的势力范围，他特别重视这个西半球，那主要就在拉丁美洲。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对委内瑞拉的出手这些事情哦，还有包含对这个墨西哥的施压哦，还有包含对一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相关作为，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历历在目。所以对于巴拿马来讲，因为川普上台以后曾经说，在1月的时候说要用武力的方式来夺回巴拿马运河。事实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从这个运河的开发到营运，有很长的时间，这个运河的确是在美国的手上的。那现在，因为美国的航运，它如果要到东亚，这是唯一大西洋跟太平洋连接最短的一条通道。那这条通道，美国自己的货轮大概40%都要通过这个地方。可是这个经营权却落在香港的公司手上。那过去其实美国对香港应该没有太大意见，因为港英时期之后，它其实1997年虽然是已经回归中国，但是在那个时候，它基本上香港还是大家愿意信赖的一个对象。但是现在掌握在香港手上，等于掌握在中国手上。那它的关键是，这所有的战略物资或军用的物资，或者是这个货轮里面载什么？其实这个管理者他会知道，所以这个资讯的控制上面，其实就造成美国很大的困扰。那后面有什么交易？就是首先就是美国不希望域外大国把手伸进他的势力范围内，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他给了丹麦的马士奇公司。丹麦就是不久前这个格陵兰的这个行政管理权的拥有者哦，所以我觉得川普的交易性格里面，我看得出来好像有一点蛛丝马迹，就是说，这个沿约这件事情违宪，什么时候不好去审理？偏偏在川普的任内，而且是在他宣布他非常在乎巴拿马之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情，美国在背后一定有施压。那第二件事情是，这个经营权给的国家跟对象是一个美国想要跟他谈判他领土土地的这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浓厚的交易的味道。以至于我会相信，这后面应该美国是有特别是川普有他一盘棋的这个盘算。好，是不是要交换的是格陵兰呢？好，我们持续的来看。那回顾一下这个 PPC， 也就是巴拿马港口公司，他们其实从1997年开始呢，就已经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那合约当时我们回顾一下这起事件，其实是在2021年延期25年的。那这一次判决就说了，延期25年是缺乏合法
程序的，因此判他违宪。PPC 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讨论过了这个议题，他将他的港口业务出售给了包括了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为首的财团，当时有估一下它的估值可以高达200亿美元，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官方不希望港口经营权转交给美商，所以受到阻碍。那我们也来看到说，怎么样可以判他违宪，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律上面的依据？像对于李嘉诚这一位长江和记实业的创办人来说，到底是牺牲，还是有一种感觉它是一个解套？委员怎么看？当然是赔钱牺牲了，但是注意到长和实业就是 PPC 的母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的母公司，那长和实业是不是李嘉诚的？不是。长和实业李嘉诚只有3成股权，另外3成股权是中国大陆的资金，还有3成股权是香港本地的资金，欧美资金只有1成。长和实业是这样，所以这里面现在赔掉这一笔钱被没收了，它其实就是被没收，被没收了赔掉这一笔钱，少说有将近30亿到50亿美金，也就是说赔掉的钱，李嘉诚只赔1/3，另外中国大陆赔1/3，香港本地赔1/3，欧美只赔1成。谈到这我就一肚气，一肚气啊！怎么说一肚气呢？今天被判违宪的理由是什么？有外国政府势力介入，这是违宪的理由。刚才为什么由这个丹麦马士基来经营呢？因为他不会受到丹麦政府的介入，他签了协议，就是我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的介入，包括丹麦。这种任何一个国家把港口经营权让别人经营，其条件就是不希望外国政府介入，纯粹商业运作。我来解释给大家听不要把巴拿马运河跟巴拿马港口混在一起，这2码子事。你美国要收巴拿马运河跟巴拿马港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巴拿马运河东西两端有很多港口，但比较重要的国际港口只有4个，东边2个，西边2个，结果。这个李嘉诚的这个长和实业左右两边各一个，各经营一个。然后另外呢，在东边有一个是谁经营？台湾的长荣集团。在西边有一个是美国的 SSA Marine 公司在经营。换句话说，在这里面经营里面，为什么美国人不会去怀疑长荣公司有外国政府介入势力？因为他长荣公司做得很好，连蔡英文去巴拿马访问的时候，他的副总经理都不敢出来赔，就是这个道理。但今天这个李嘉诚，想要把这个运河，包括其他40几个港口，跟运河毫无关系，那就是一个集装箱的转运港口而已，要把它打包裹，整个怎么样？整个要卖给贝莱德、跟地中海航运、跟新加坡海外投资公司。这个时候突然间来一个香港大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媒，他说指控李嘉诚卖掉这个港口是民族罪人，是破坏"一带一路"，是怎么让中国的战略失误？红卫兵的帽子很会扣你就摆明了是什么？而且你是党媒的身份，你就给人家一个理由，你是外国政府企图干涉涉入，在很多大陆的一些网红不得不骂他们一顿，这是无知害国。你要知道这个港口本身如果你纯粹商业经营，他说因为我中国壮大了，因为我"一带一路"所以才拿得到，狗屁乱讲！为什么？因为他是1997年1月份签约的，跟你中国大陆什么关系中国大陆是1997年7月才接手香港跟你毫无关系，纯粹一个商业运作然后我当时把这个大公报臭骂一顿，有人说你是李嘉诚的什么谁，把包一包骂一顿，对，骂到了很多节目叫我评论就不敢叫我讲这个事儿，所以你们这些无知的盲流大陆里面这无知的小粉红害死中国。现在以后中国人要去接手任何港口，那第一个你中国政府会不会介入？你不是找麻烦吗？你还搞什么"一带一路"除非那个政府跟你关系很好，如果那个政府不靠你吃不靠你喝，他随时来打你脸，没收就没收。人家已经投了50亿美金下去，上一个晚上没收。那你国家跟你讲说采取必要措施，不是我吐槽你，你就好什么措施都没有，你最好有。
如果你连措施没有的话，你中国政府的威望在哪里？对，就整个被扫到颜面被扫到地上去了嘛。那为什么大公报会这么嚣张？是不是北京有人想要借这个机会修理李嘉诚？可是你修理到2件事，你这样无所谓，赔这点钱都要小事啊。中国大陆的资金都是散户，香港资金也是散户，欧美资金还是机构法人。然后更惨的在哪里？剩下的你还敢去管其他的交易吗？当时还拿出国家安全法令，还拿出了什么香港合并法，我一看你们根本在鬼扯，然后我痛批他，很多人讲你破防了，你拆破防，我说无知卖国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到了今天还有红卫兵，就是大公报，你北京如果不处理大公报，你无法跟天下交代，因为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是中国的宝啊，上海不可能，深圳不可能，北京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外汇管制嘛，所以香港可以有机会使中国变成金融强国。你们今天是自己拿刀子在砍自己，所以大公报非常可恶。好，那我们看到在大公报发了这个消息之后，中国大陆还有这一起案子的判决出来之后，中国大陆立刻也是做出了反制。那现在是2项的反制，到底有没有办法翻盘？等一下请小舰长来带我们看。第一个反制是说呢，长江和记实业起诉巴拿马政府申请国际仲裁跟赔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反制措施则是这个中原海运通知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他们接下来会取消12艘的货轮到港计划，损失金额每日造成巴拿马大概是80万美元的通行费，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到美军是怎么看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其实美军他要求他要能够掌握全世界第14个重要的孔道。那这14个重要孔道呢，其实在美洲就这个巴拿马运河。那这个巴拿马运河它的真正的效果是什么？也就是它在东部的这些军舰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到达西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的话，如果从巴尔的摩出发，然后到达珍珠港的话，它其实需要22天。可是如果说它从圣地亚哥出发的话，只要6天就到达。所以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巴拿马运河，它要往南绕的话，那更可怕，这个时间更可怕。所以我们讲到说巴拿马运河这么样的重要，而且在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它特别提到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那个建立或者是那个扩大通道，这里也就是巴拿马的重要性，它也提供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川普他的心中最重要的还是钱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巴拿马运河其实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港口。那而且呢，就是说大家要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或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其实都需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大家排队等那我们讲到说，2024年的话，运河的这个总利润近50亿美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至于说中国大陆有没有替代方案，其实早就出现替代方案了。第一个也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有关于前开港的部分。前开港其实它面对的，大家认为它面对的是美洲，不是，它面对的是亚洲。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它在10到12天之内，它可以到亚洲的任何一个港口。那这一个也就是它受到了其他的遏制，也就是说，如果巴西要将未来它的大豆的谷物送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必须要通过有关于南北铁路，然后再转运到东西铁路。可是现在这个红色的部分，也就是两洋的铁路，那能不能开成是一个问题。之前我们郑源老师已经说过了，这个以地缘的战略来讲的话，完全没有这个机会，美国不会让你做成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就看到，慢慢的在这个拉丁美洲西岸的国家就会越来越重要。那至于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大家这样下手呢？其实我们来看“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其实整个拉丁美洲除了少数国家，我们这边有看到编号的，通通都是。那通通都是，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在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固守西半球，
而且他要让中国以及俄罗斯他的所有的基础建设通通赶出去，巴拿马就是个开始。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特别来关心到中东情势。现在伊朗呢，核设施的发展有了最新进度，加盖了它的屋顶，在它的核设施上面，并且说要这个有可能，现在专家猜测要重启核设施了吗？另外一方面，美军的航母则是逼近到门口去了，还有再来就是萨德系统包围整个中东地区，俄罗斯是否有暗中撑腰呢？今天我们就中东的核阴影逼近了，一起来做关注。好，赶快来看到是就在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已经到了中东的时候，我们来看到最新的这个是来自于卫星影像曝光了。当时这2个核武设施呢，遭到美军跟以色列的轰击之后的这个核设施，包括了伊斯法罕跟纳坦兹哦。现在说呢，本来以为它已经荒废了，但是看到这个屋顶加上了一个盖子吗？一个屋顶盖，所以呢，大家就在说，是不是他正在做快速的修复？伊朗是要抢救它剩余的核材料吗？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美军方面则是赶快出动了，包括它的 P-8A 的海神反潜巡逻机之外，还有它的这个海神的高空无人侦察机也频繁的出没，每天执行10到15小时长时间在这个地区做监控。伊朗说了，他不会退缩的，并且从1号开始，在荷姆兹海峡已经展开为期2天都是实弹的军演。我们来特别解读一下这个核设施为什么这个时候加上了屋顶。那美方呢？美军为什么还没有动手？是在等更明确有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就是核设施慢慢做起来了吗？委员怎么看？我觉得舆论上很多专家也都是莫名其妙。以前说啊，伊朗被美军轰炸毫发无损，不是一堆专家这样讲吗？就毫发无损，你在抢救什么？都很好笑，逻辑上根本是矛盾的嘛。以那么样的地堡炸弹炸下去，不死也半条命。为什么？因为那个铀的提炼的离心机精准度要非常高，比我们那个什么那个高铁还要精准度还要高，还台积电还要高。为什么？因为它离心速度非常快，所以要稍有点地震的话，我们都要担心我们的那个台积电机器有没有受损。是那么重的炸弹打下去，光那个震波就会使这机器损坏。那你停顿了以后，确定我们很清楚，他伊朗在这方面停工了啊，停工只是损害程度到了，但是绝对不可能没损害。那你这种东西只要一停工就没法提炼，没法提炼就搁在那边了嘛。那伊朗到底在搞什么？加个屋顶啊盖，它可能有一些动作啊，不排除是抢救剩下的核材料，看还能不能从那个什么铀的离心机里面刮出一点残余的东西出来，那可能性是有的啊，但是。这个不是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轰炸的对象，绝对不是。那你美国这是什么海神啊、反潜机啊等等来出动，其实也没有别的目的，在查清楚伊朗的防空这个还有剩下多少力量，还查清楚伊朗的革命卫队到底部署在什么地方，还有在查清楚这些包括哈梅尼在内的有将近30个教士集团的头。你们到底人在哪里？你们都用什么方式跟其他人联络？从他们的通信这个状况里面去查清楚他们人在哪里。他找这个目的是何在？这一次的美国如果出手攻打伊朗，只有一个，就是要动摇他政权。因为任何一个政权接受国外不断的轰炸，迟早就会垮的。因为他毫无反击的能力嘛。那你说他会去打荷姆兹海峡？美国说你来啊，正好。他担心是什么？因为荷姆兹海峡有一半是什么？有一半是伊朗，因为中间有个小岛，另外一半是阿联酋了。你打吧，现在油价那么低，上涨对美国没什么坏处啊。所以很多逻辑上我们要先把它理清楚哈。那所以现在这个教士政权已经进入的满清末年。为什么是满清末年呢？因为这个教士政权基本上不是伊朗人。像哈梅尼本身是阿塞拜疆人，一票阿塞拜疆人控制伊朗的伊斯兰教，
然后用伊朗伊斯兰教来统治大多数的伊朗人，跟满清蒙人像不像？满族统治中国大多数汉族的这个德性啊。但是为了维持他的宗教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他就不断的用宗教理由啊，想要去攻击以色列啦啊等等等等。本来伊朗是跟以色列跟西方是非常好的，那就一来了遭到打击，那他自己又经营不善又贪污。如果以习近平的这个标准的话，哈梅尼早就抓去枪毙了。他是伊朗第一号大贪官。伊朗的石油收入30%进哈梅尼口袋，4%进入革命卫队口袋，国库只进3%。贪污贪到这种公开的一个地步。所以为什么伊朗的经济不断往下滑，就是这个贪污政权。那整天拿个经典在教训老百姓，女人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女人不可以上学校，玩这个游戏啊。他已经几乎就是退化到中世纪里面那种黑暗的神棍政权了。那美国当然要说，嘿嘿嘿，我什么时候治不了你，我现在来修理你。炸一次不死没关系，再来第2次。但是美国现在还没有动手，不必急。当时在委内瑞拉一直弄，我说会打，一定会打啊！大家说怎么那么久还没打？放心，他等到用钱收买差不多他就打。他就这个道理啊。就斩首是马杜罗，现在斩首的对象比较多，所以应该是比较真主党的模式。可是他现在最大问题是情报到底灵不灵啊？你看以色列打到真主党，知道有几个人在那边开会，啪嚓一下就一锅端了。美国有没有这个本事？你 CIA 有没有这个本事？有的话他就干了。而且再来就是他光一个航空母舰舰队不够啦，要轰炸这么多将近100个目标，你最起码什么要2个航空母舰。那川普说还有一个神秘舰队要来，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川普，你不要丢脸好不好？是好，所以说，首先是美国的情报到底准不准，再来就是第2个航母什么时候到达，那美军才会针对于伊朗的这个教师政权来做出手，还同时呢锁定它的核设施。那我们现在看的，除了川普说有一个神秘的航母正在前往中东之外，还有林肯号，再来就是五角大厦也在全面的铺设它的这个防空网。我们来看到几个重点，包括第一个是萨德飞弹连，第2个爱国者系统已经全面进驻在中东的约旦地区，还有科威特、巴林、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飞弹驱逐舰现在也完成了包围式的布建，2艘在荷姆兹海峡，还有几艘呢在阿拉伯海、红海跟地中海等等。那哈米尼也首度的针对国内啊，他说这一些示威者他们这个都是定调为政变的。那现在外界预估，恐怕伊朗会有数万名的示威者被展开大规模的处决。哈米尼也对川普正式的放话了，如果你真的美国动手，会引爆全面的区域战争。怎么看美军的布局？舰长怎么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林肯号，它已经实际上在阿拉伯海了。那就如果说我们比照去年6月17号5月之锤行动的话，他们那个时候是有2艘航空母舰打击群的，一艘也就是尼米兹号，另外一艘是卡尔文森号。现在光靠那个林肯号一艘的确是不够的。我们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也就是其实现在这个林肯号的位置在这里，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来比对一下东亚，其实没有其他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但是有一个美丽大而美的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我们上个礼拜就破案了，也就是布希号打击群。那布希号打击群呢，它要跨过大西洋过来啊，那它会直接的进入地中海，然后在这一个以色列的这个沿岸，因为其实以色列上一次的防空飞弹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但它用航空母舰打击群呢，因为打击群的本身它就有这一个神盾系统，那个例如说这个伯克级的这种驱逐舰，它也可以来协防这个以色列的防空。那如果说我们对照上一次的话，上一次其实声东击西，也就是所有的航空母舰集结在阿拉伯海，但是真正的打击是从那个美国本土这边，从西边来的。那这一次到底是要怎么打？那我们现在还并不知道。但是其实这一次它要除了这一个有关于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之外，另外他要把这些政治人物一次的清扫干净。因为我们如果看上一次的话，那也就是第一个福尔多的这个设施，
被第2次攻击，被以色列攻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说你美国的这一个碉堡克星没有完全的摧毁，他就再来一次。那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到美国的这一些那个国防情报局的人员说，其实上一次也没有完全的摧毁。那也就这一次呢，他最可能应对的是哪一个？是纳塔兹。那我们来看到这一个路易斯的这位教授，他长期的观测这一个有关于美国如何使用弹道飞弹，他就说之前那个攻击的纳塔兹是这个地区，可是呢，他们在靠山这里挖了一个更深的，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张更深的这一个地道，那也就是他们是不是已经从这边移到这边来了？至于说刚刚讲到有关于这一个它是不是盖屋顶啊？因为会漏水，因为如果没有屋顶的话，下雨水就进去了，所以确定其实是被打穿了。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在伊朗的这个核设施的进度，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还有俄罗斯的角色，俄罗斯到底会不会协助伊朗呢？因为现在最新消息是，普丁已经秘密的会晤了伊朗的最高国安官员，引发地缘政治的紧张。还有就是现在也确定，俄罗斯的米格28它的这一个武装直升机，北约代号叫做浩劫，已经确定交付给伊朗。如果真的打起来，俄罗斯的角色，老师怎么看？我觉得普丁的这一波，他的这个表态看起来他是支持用外交途径来解决哦。那我觉得这后面有他的盘算。第一个就是川普大概是这几年的美国总统里面一个对俄罗斯相对比较友善的总统，包含这个去年 NSS 里面把 rival 这个名字都从俄罗斯身上拿掉。那所以我觉得普丁在乌俄战场上可能有一些谈判，他会觉得可能还需要美国，所以他不想跟美国直接的撕破脸。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地缘上面看起来，俄罗斯最近的这个军事基地是在叙利亚。那叙利亚它还要如果要去援助伊朗，它还要借到伊拉克。可是美军其实在巴林就有它的这个舰队基地，所以我觉得这两者这样相较之下，俄罗斯要去介入这场战争，坦白说它并没有太大的甜头。就是我认为它要实质用这个军队来介入的可能性不高。但是刚刚主持人讲，就是包含这个米28，这个是的确送过去了，所以俄罗斯的现在的盘算应该是提供伊朗一些基础的援助，然后军事顾问本来就在，然后再加上部分的武器的提供，但是实质的地面部队或者是要派海军过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应该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军武面，歼20A 现在正式的亮相，亮出它的肌肉哦。那么中国大陆的空优进入了体系化战争的时代，今天我们会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分析。先来看到它在2011年首飞到现在，其实已经正式满了15年。那央视也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说呢，我们来看到是中航工业成飞罕见的公开它的多架的黄皮的歼20A 的试飞影片，也首度揭露了我们看到 CG 上面包括涵盖有人无人、内场外场科研验收在内，一共是5地实行的体系化试飞的一个组训。比较明显可以看出它的不一样是它的座舱后方有一个超音速鼓包的结构，据传可以让这个战机携带更多的燃油跟电子设备。那么军事媒体也特别做了分析，说歼20这一次的核心升级主要来自于它的航空电子跟指挥控制的能力，新增了机上的算力中心，就可以具备指挥第5代、第6代这个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的能力。委员怎么看？首先我们看看它所谓的5地实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在5个不同的地点。然后这个5个是在5个不同的地理环境，可能是冷一点，可能是热了一点等等5个地点。那实行啦，就是刚才你讲的有人无人内场外场科研验收等等等等有10个型的一个体系化的这种试飞。
不过这个不是从歼20A 开始了，它事实上从歼20就开始，歼20是基本款，总共做了40架，歼20A 预计要生产400架，所以表示歼20A 才是主力。那现在又有歼20S 就双座型的，那要生产几架，目前还不知道啊，可能明年度预算才会出来哈。那这一个歼20这样的一个体系化哈，这个不叫做什么10种不同的派生型号了哈，因为歼20本身基本款的只有40架，大家顶多只能训练用的了啊，因为不需要派上战场嘛。可是歼20A 一定是主力一定是主力哈。那歼20A 有没有要改装成什么电子作战飞机产生啊？什么歼20D 啊？现在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歼20A 要正式装备在解放军的空军，还有歼20S， 因为也刚刚出来没多久哈，所以歼20S 也还没装配到解放军的空。歼20S 是双座型的，歼20A 是单座型的。歼20S 这种双座型的，后面那个武器官在干什么？就指挥僚机啊，而且这僚机是什么？就是美国空军所讲的 CCA 啊，就是一种协同作战的一种无人机。那 CCA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无人的战斗机的僚机用的，要僚机用。所以这个整体来讲歼20就是一个确定已经进入可以装备到战场上、装备到军队里面来使用的这个可以说是第5代战机里面继这个美国之后最成功的一个布局，因为俄罗斯也有第五代战机，也有逆中战机啊，可是它始终到底装备了多少，没有人看得出来它生产的架数没有到上百架，因为你一个机型没有几百架的话，你不可能形成一个大型的作战部队嘛。好，所以刚刚也有讲到说，它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些特征，包括它有这个超音速的鼓包跟它的航电升级。马老师有怎么看？我想这个每一台战机在发展，因为它首飞是2011年，然后16年就开始服役，到现在应该是已经10年了。这10年里面会有很多的改进。那当然，电战系统会不断的增进，包含这一次它的这一代，就是它在这个雷达抗干扰，还有红外线追踪等等，它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觉得基础来讲，它的战力提升还是回归到妥善率的问题。然后它能不能够成熟的批次量产？因为现在看起来它服役将近300架，未来在2030要扩张到700到800架，就是大概 double 的数量。那现在它的制程非常的成熟就是特别是它的发动机 WS15， 它已经非常完善的。那这个完善的机队跟比较单一化的这种大型军队，对他来讲，在实际上的运用会比较容易。那它的后勤补给、照顾跟所有的维修妥善率都会跟着提升。而这样的妥善率提升，事实上是一台有作战能力的战机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电战系统本来就会增加，但是它基础的这些机械系统、推进系统要能够稳定的运作，我觉得是大概是它这一波，我认为在未来会有战力非常重要的关键。好，刚刚我们看到就是航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海面。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北方工业公司在最近一个防务展上面，我们看到他说呢，首次在中国的境外公开展示全新的这个是瑞沙10的武装无人水面艇。基本的小档案我们看一下 CG 包括它的这个全长12公尺，排水量10吨，采用的是复合材料的船体，跟最大航速超过40节，作战半径200海里。现在说呢，这个火力配置是已经可以直接上战场等级的了吗？因为它呢的舰首配备了12.7毫米的遥控武器站，那么后方还有这个双停机坪等等，可以同时搭载无人的旋翼机。吕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装备出现在各种不同的防卫展上面。这一次是出现在杜哈国际海事防务展，但是这一些装备多半都是外销型的，就是它并不代表解放军未来一定走这条路，但是它其实也就是一个暗示。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以前比较少看到解放军发展这么小，也就是它只有排水量只有10吨的装备。那但是呢，它这上面虽然是有2个停机坪，可是它的
无人机并不在上面，无人机应该是它这2个是可以打开的。那打开之后，它的无人机从里面飞出来，然后等到要降落的时候，它再降落。为什么？因为它的吃水非常浅，也就是它的浪很容易打上来。如果说它的无人机停在这边的话，一下就被打到海里头去了，所以它是隐藏式的。那至于说它有垂直发射的系统啊，大家千万不要想说这个是红旗系列，不是，它是巡飞弹，或者是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游荡炸弹的这一种也就是无人攻击的载具，它是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其实也就是从俄乌战场、乌克兰的发展上面得到的一种新的一个概念哦。那另外，其实我们真正要看的解放军它的发展到底是怎么样，也就是我们看的这个是东部战区释出来的影片，也就是它不是外销型的。那这个是虎鲸号的无人舰艇，在前年的这个珠海航展，我有亲自去看过这艘船。它这上面黄色的是征收系统，红色的是雷射武器，那这个白色的其实因为它后面还可以载这个无人直升机，也就是它的太康系统。那我们来看他们的暗示是什么？它的暗示也就是它其实是会在055万吨驱逐舰的最前端，作为一种哨戒之用。那另外，既然讲到无人载具的话，那在空中、在水下其实都有。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战争，为什么我们讲到的是一体化，我们讲到的是体系化？因为未来最重要的是我如何的目获，那目获最好是我在对手之前目获。那这样的话，战场迷雾就陷在对手这边，因为我对于对手非常的了解，也可以全班的掌握。而且现在所谓的马赛克战，也就是我既是征收也是打击，那也就是所有的装备不只是无人机啊，所谓的察打一体，绝对不是只是如此。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呢，现在我们台湾也同时的在发展这个无人载具啊，我们不要一次买太多啊。为什么？因为这一种无人载具它的进化非常快，那我们现在一次买那么多，也就是我们未来是不是我们要提升它的性能的时候，我们要换代的时候又受到限制的。那其实我刚刚讲的，也就是未来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它的最外面，也就是我框的这4个红的地方，也就是它的虎鲸号会在这个位置上面。不过我们再看最新的07627攻击舰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很注意它的这个甲板啊什么。我们看到旁边啊，其实旁边才是重点。旁边这个是什么？旁边这个也就是水下无人载具。所以我们要认定076，它本身可能就是水下无人载具的一个母舰。为什么？因为这种大型的水下无人载具，它可以放在它的屋舱里面，然后它可以泛水，然后让这一些无人载具游出来。